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们在一个非常神圣特殊的地方这个国家呢就是希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城市呢叫雅典。喜欢奥运会的朋友对这里这个名字应该还是熟悉的。那据我知道呢，这个希腊神话呢是成为这个整个西方的一个总的一个历史的代表。通过这个希腊神话慢慢就发展出了以西方式的哲学乃至到风俗法律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这个地方可好了，这么一个充满着这个灵性的地方呢，不光是除了这些神雅典娜、海神宙斯还有很多神灵神灵会有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它很多的物产可丰富。你看那个白色大理石或者偏白色的大理石在这遍地都是。所以这里经常很多的建筑房子都用大理石建的对，所以这么一个好地方呢，就是世界上西方人的最古老的哲学之父，哲学的始祖大师就是在这个地方成长的。我们跟前的有3位大师的雕像你像我先介绍第一位叫苏格拉底。那么这3位呢，这3位加起来呢，其实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苏格拉底哲学家呢，他是第1位。那么第2位呢叫柏拉图。柏拉图呢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那么第3位呢叫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呢是第2位柏拉图的学生。这些不是传说，是当年真正的人那么他们那个时代在2300多年前左右。我们很神奇的一个时代对，亚里士多德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搜查一下电影当中有没有叫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有听过，都是在西方封神的呀超级大皇帝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好玩吧？好玩。这是真正的历史的名人就是哲学的始祖。多非常的了不起所以他们的故事就是非常值得听一听学一学。所以今天呢，咱们先介绍第1位大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9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被誉为西方哲学之父。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却以苏格拉底方法引领人们究竟真理，通过提问启发思想。因挑战传统观念，他用生命捍卫了真理。他的智慧与勇气不仅震撼当时，更照亮了后世哲学的道路。师傅就是他特别喜欢问问题对，他就是好像通过问题来帮助人们去学习和领悟一些概念。对。然后呢，他每天他的人生爱好就会跑到当时这个雅典的大广场中间去问各种各样的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去向他们提问。他有问过政治家像政治家来问什么是领导力，比如说对然后去问一些老师什么是美德然后去问一些青年人怎么样认识人生这样子的。那有一天呢，这个苏格拉底呢就问了一位雅典将军他们一起讨论什么是勇敢。那雅典将军就回答，因为他是一位将军嘛，他说勇敢就是固守岗位来对抗敌人那这个时候苏格拉底说，那生病的人来对抗病魔算不算是勇敢呢？对呀，我觉得也挺勇敢的呀。对呀对，将军一听说有道理那我改了。那我认为勇敢的定义呢，就是坚韧不拔，坚持到底就是有一种坚持的精神对。那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又反驳了，说哎呀，那我坚持一件美好的事物，高尚的事物是勇敢那如果一个人坚持并不高尚的不好的事物，他就不能称为勇敢了。将军一听也对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作为美德的勇敢是这样没错的。好，苏格拉底这个时候就说了，那勇敢
既不能说他是简单的就是坚守岗位对抗敌人，也不能用很简单的就是说他是坚持到底、坚韧不拔那我们怎么样定义来勇敢？什么是勇敢呢？将军一听，哎呀，就挠了挠头发，还想着是，这个时候将军也觉得自己其实对勇敢的定义并没有真正全面的去了解。就是其实很辩证的看待大家印象中的一个概念哈。对，一般说勇敢，如果对于军人第一个就是守命令，第二个去攻击敌人不怕死，是吧？或者是还是说多杀了敌人，通常都称为勇敢，是吧？那所以经过苏格拉底大师这么一讨论之后，这个勇敢就值得有很多探讨哈。我是觉得呢，甚至说那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自家人看你自家的这个男的做了这些对你自家有利益的这个事情，并且看似勇敢的一个表现，是吧？比如说我积极往上冲强悍的敌人来我也不怕，我上去冲，为了保护家人，这对家人来说是勇敢的。但是对于来犯者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不说你叫勇敢，你应该对方就说这个人又坏又硬，你应该怎么表达呢？说顽固的敌人，是吧？顽固的坏人，他就是有很多贬义的这个从词汇语言其实再到贬义的意识，是吧？所以勇不勇敢这个东西就看谁来看，或者谁的行为和哪件事情来去定义它。所以勇敢没有确定的定义，就是我们的经过大师引导的我们的分析总结呢，就是这样。所以它就是让我们辩证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对，就是去挑战你对世界固有的认识。对，哲学大师嘛，他就是这样子。有意思哈，有意思，有意思。哎，师傅，我这边还有查到另外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这个是他跟他的那个徒弟柏拉图的一个对话。然后这个故事名字叫《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很有趣，很有趣。然后有一天呢，柏拉图就是他的学生，就问老师苏格拉底说：“到底什么是爱情呢？”然后呢，苏格拉底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他没有马上做回答，然后就是把柏拉图带到一片麦田里去了。然后苏格拉底就让柏拉图呢，在这片麦田里，就是挑一个最大最黄的一个麦穗回来给他。但是那个苏格拉底说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只能往前走，你一往前走你就不能回头摘就是之前过的那个麦田。然后所以柏拉图就进去那个麦田了。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学生怎么一个麦穗都没有摘。然后苏格拉底就问他学生：“你怎么我让你去摘呀？你怎么没摘呀？”然后那个柏拉图就说：“因为老师啊，您要求我一直向前走，然后不能够回头，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确定说我身边的麦穗是不是最大最好的。我总认为就是应该前面还有更好的，所以我就接着走。没想到我走到麦田的最边缘了之后我就发现这里的那个麦穗还没有之前的好，所以我只能两手空空的走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就呵呵大笑，他说：“徒弟啊，这就是爱情。”这么说到爱情，一边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一边去在选择着有更好的呢？对，好像是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哪怕脚踩两只船，没有定下心来其实就是希望寻找是更好的，是不是啊？对。是不是姑娘们也有这个心态？总觉得有更好的在。其实是有，是吧？但是因为年龄各种原因，父母催促说嗨，咱结了算了。虽然他不是我最满意的那个男人也就勉强吧可能有这种感觉。这就是爱情。是。就是总是选来选去，觉得下一个可能更好，然后就是可能你已经错过了。有时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是吧？你说选麦穗儿，选这个爱情那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想买一个比较喜欢的茶杯，一开始看的还挺好，最后脑子突然一动，是说我再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有的时候转了3个小时之后，还是说第一个其实更好。我干嘛我绕这一大圈子呢？但是也就定了心了，说我绕了一圈才知道这2个是最好的。
那师傅啊对，还有一段对话，啊也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啊，就是关于什么是婚姻。有意思。对，对，有一天呢，这个苏格拉底又给他的学生柏拉图布置了一个作业哈，让他到树林里去砍下整个树林中最大最茂盛的那一棵树，拿回家来做装饰。那和上次一样呢，只许砍一棵树，而且只许往前走，不许后退。柏拉图呢就依照老师说的，就进到了森林里。可是这一次啊，他完成了任务，他带回来了一棵呢比较普通的，看上去也不算特别茂盛的树。柏拉图呢回来以后呢，苏格拉底就问他说：“哎，怎么这次带回来一棵普通的树呢？”柏拉图说：“老师啊，我有了上次的经验，我走了大半段路之后呢，我看这棵树也不算太差。再往前走啊，说不定碰不到比这更好的了，我就把这棵树砍下来拿回家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怎么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就是见好就收。这种感觉我觉得好真实哈。我感觉很多人的婚姻哈，就是说怕下一个甚至更不合适了，抓住一个觉得还可以的，就这么着吧，最后就走向了结婚就是这样的。这个故事还真是挺好的哈，有意思有意思。然后师傅啊，这个柏拉图问苏格拉底，还有一天呢，就是学生又问老师说什么是幸福？然后这一次呢，苏格拉底就叫柏拉图到田野里去摘一朵最美的花，然后像上次一样，就是只能往前走，就是只能摘一次，不能回头。然后柏拉图也是继续做了，但是这一次呢，结局跟上两次很不一样，就是他摘回来的花又大又美又漂亮。然后呢，回来之后苏格拉底又问他同样的问题，然后这次柏拉图回答：“我找到了一朵很美的花，我在继续向前走的过程中，虽然发现有更美的花，但我既然我心里就没有动摇，也没有后悔。我坚持认为我手中的就是最美的一朵花。事实证明，这个花至少在我心里是最美的。”然后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很好，你就领会到什么是幸福。”对，所以幸福是自己人的心里的一种感受，是吗，师傅？我觉得幸福还有爱呀等等的，这都是你心里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就是说，也有人说吃饭这个问题说哪一种饭是最好吃的呢？比如香可，你认为最好吃的饭是什么？在新加坡来说，海南鸡饭。海南鸡饭，我呢就觉得是粽子又清香又甜美对，我觉得粽子特别好吃。对，所以说这个美好的这种定义对一件事物的美好的定义，就是你自己认为的那种感觉。这种好可能它带给了你的感觉，比如说食物我觉得它带给了我一种很可口的美味。但是可口呢，可能认为可口的一个美味，可能在你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就觉得突然间就对它有好感。比如说我吃那个粽子，也是很多年前有个阿姨，那天我真是饿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咋那么饿呀那天可能跑步太多，我又回不了我家，我在没有多溜达了3个小时，我到那个阿姨家，我就休息一下，也没盼着在人家能吃东西。这阿姨呢，就是说昨天煮好的粽子，我一进去觉得一股粽子的清香，但是在人家家我也不敢说呀。这个阿姨是有经验的人，一看这种感觉她就猜到我饿了稍稍加热一下给我端上来，还帮我打开。哎呀，从那个粽子的影子一来那个粽叶的那种清香的那种感觉哇，扑面而来在粽子一打开，综合的清香感，哇，还没吃已经就很香甜了。等我吃的时候，感觉到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你看我就留下了个好印象。所以你说什么最好吃呢？你觉得最好的？对我来说就是粽子，对你来说就是拉面，对你来说就是海南鸡饭。你看，所以的话，好坏的食物来说，就是在一个人，其实你一个人的一生之中吃很多杂的食品，对不对？但是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深刻印象的时候，应该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而吃到的它
而在那种情况下，你认为它就是最好吃的。对，我觉得幸福呀，还有甚至爱情啊，也是这样的。说它不是个绝对的，是吧？对，是不是苏格拉底大师就想这样提醒我们其实说我们所设定的那个爱情啊，还最好或者最美还有最荣耀，其实是你心中的一个感觉。而你认为最好，别人说嗨什么垃圾东西啊，就你觉得不会被认可，对不对？但你认为最好，对。就我给大家呢奉献一个小故事别人讲给我的，我想起来了，我讲给大家听在某一个这个大学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大家都觉得她是最漂亮最美的，所以都称她为是我们这个大学的校花这个追求的男生无数，那肯定超过100人每天一放学，光收到的小卡片呐，写的求爱的信呐，就每一天都能收到几个所以求爱者络绎不绝呀但是他呢就有点说我要找着真正的幸福。还有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它有标准，比如说长得一定要帅，第二个要有身高，那个时候身高就1.86米以上，还要大学毕业，还有第4个一定要家庭富有你看这简直是一个王子级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当时在大学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在追求他，他就是不动心，给谁都不恋爱，不动心，看不上所以我要的那个王子还没出现。结果有一天终于盼来了然后开了辆很漂亮的轿车那个时候没有跑车一辆漂亮的轿车听说他爸爸是这个市中最富有最能干的商人董事长，就是家财万贯他来一求爱，这姑娘就觉得其实心里头觉得挺舒服的，因为介绍人就是说他是谁他的家产几百万，当年几百万算多的你看他爸的车还开来了又帅，怎么看这个帅人走路都觉得那么帅呢这个公子哥一约会他就欣然答应了。到约会的一个餐馆，选的市里中最贵的一个餐馆，当场给他单腿跪下就求婚。你看还没恋爱求婚送了一个戒指这什么戒指？说我花250多万买来一个这么大的红宝石戒指这么贵重的红宝石表示我一颗羡慕你的爱心。这姑娘一听哇，眼泪都下来了，就她全家的财产加起来也不值10万块钱，哇，这一个首饰250多万都差点晕倒说这哥们儿太不错了，是不是？你还这么有钱，长得那么帅，出手还这么大方，要是不是真爱我的话，那怎么会出手这么大方呢？行，就爱了，就欣然同意，把手伸出来，然后戴上了戒指可是有时候好事多磨剧情突然间翻转，1年以后他爸爸宣布公司破产，这个男孩的爸爸这个富豪了，就是老富豪，这破产是真的呀弄得满城风雨这个男生呢就想方设法到处借钱能卖的甚至那些家具，他戴的手表都得卖了他们都结婚了呀。这姑娘一听善意的说，哎呀，东找西找的，别那样，人家都追杀你，这样把戒指掏下来之后这250万呢，老公去把它卖了，是吧？别让人追杀你了。老公说这不值钱，说都不值钱，250多万，是拉倒吧，当年花200多块钱糊弄你的姑娘一听幸福感一切破灭。真买卡头，说我的天呐，你对我的爱情是真的假的？说爱你是真的，但是宝石是假的他觉得如五雷轰顶，说这个骗子完了就说着想着想着就说出来，说着就骂开了，骂就哭开了，就觉得自己上当了完了说原来你是喜欢我的钱财，而并不喜欢我这个人吗？难道我长得不帅吗？个子不高吗？当然现在家里没钱了，我过去也是富公子哥呀
啊，这姑娘这个时候她觉得说，我确实是喜欢你家的钱，她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喜欢你家的钱，说我这是自作自受呀，我这是报应啊，我为什么那时候非看上你追求你的钱呢？啊，这不是上天打我一个耳光吗？啊，但是说完之后还是离婚。哎呀，真可惜。就离婚的时候，负责离婚的人说：“告诉我一个你们离婚的理由。”这姑娘说：“因为他变穷了，所以我就不喜欢他。”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一听这个说该离，就离了。好玩吧？但他当初确实幸福过，因为那个戒指，就是因为他赋予那个戒指的那个意义嘛。就是假宝石戒指同样是幸福，对，但是就不能揭穿，是吧？是。一旦揭穿这是假的，随着这个宝石变假的，那么幸福感立刻就消失了，感情也消失了。我说这个给这个骗子在一起，我看见他我都恶心。你看，不但幸福感没有了，还反胃了，开始出现胃酸这种现象，从心理到生理的变化都有了。所以说，如果找对象，尽量不要买假货，好吧？对，那我就知道，就是问说，为什么苏格拉底他就是遇到人都要用问话的方式，他不直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因为人类的这个就是灵性哈，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呢，它有灵性，它比如说有判断能力、思考能力、记忆力还有对比能力，对不对？它有很多这种智慧方面的这个天然性的能力。其实呢，他们希望是和人对话的时候来进行就是激发式的，就有点像下棋哈，你出一次棋，我出一次棋，对不对？彼此激发了对。那在这个所有研究哲学的或者是修道的这个部分修道的部分对话的那个内容都是哲学内容。这个内容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对话。所以呢，在佛教之中也有一种说法叫做堪话禅，它就是通过说我经过对话说的要害点经过对话我来对这个事物产生叫究竟的理解。你知道啥叫究竟的理解吗？就是根本的理解。对，但是如果不通过对话的时候，你的理解度可能10年才对一个事物有了根本的究竟理解，但经过对话的时候呢，也许3天就理解了。我明白了，师父是不是就是对话的时候你会去思考？就是每一次问题回来你都会对于，因为双方都在思考。对，思考的本身就是一种，就是尤其是它加上时间，加上声音，加上那种情感，再加上声音的刺激，可能快速刺激你不断的升华。你想2个人如果对话1个小时，光说话说了多少话了？对啊，所以如果像用把他说一句话就铺一个砖头的话，已经铺了10公里了，这个事已经解决了。那师父就是苏格拉底他呢就是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这个对话式的这样的问答对，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思想，就是他的学术思想，就是美德即知识。那知道什么是对和错呢，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他觉得就是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至善。有道理。大概是2300年前左右，大概是同一个时期。你看，在西方呢，就是大家知道的这3位圣人那在东方中国呢，老子、孔子后来的孙子、孙武就是说后来还有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对，那像在印度呢，有佛那个出现，也是同一个时代，可能佛的时代就略早了一点点。这个大时期里头呢，中国的这些大师和他们研究的其实有点叫近似。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是什么呢？这个得道呢，就是人生的真理，或者叫真理，叫得道。师父，那为什么这一些伟大的哲学家都出现在同一个时期里呢？
非常非常神秘的问题，你只能直白的说哈，我觉得直白的说可能更真实。就在那个时候哈，这个上天不是哪尊神，就觉得人类不能这么顽劣无知的存在下去。人类当时彼此之间哈，彼此部族不同的那个族系，它离得越近，不是矛盾越多嘛，是吧？你看哪个国家之间，你去了解去，他和他左右邻居都有矛盾啊，所谓杀父仇人都是你邻居，对不对？这隔着一个大海洋的时候就没有，够不着啊，够不着就吵不了架，动不了枪，对不对？就离得越近，仇恨越多，对，很凶残，凶残到今天一说某一个世界上某个偏僻地区有什么食人族，说把人给吃了，然后头砍下来挂到村口，在古代叫比比皆是。所以你看他杀猪宰羊了吗？是不是啊？杀了之后还把有用的皮还找木头撑子撑起来晾的，晾干了之后当褥子铺。人也一样，所以在那个时代就非常的凄惨。但是为什么会有人研究这样的道，对吧？就是其实谁都不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老人和子女哈，生活在一个生活安全没有保障的地方。自己安家的时候，他觉得，哎，世界太乱了，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战争、没有阴谋、没有残杀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研究，在人间到底应该怎么样做事儿，怎么样做一个对这个世界看着让我们更顺眼的一种行为，就是符合于天道的行为。所以开始研究天，研究道，最后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呀。你看，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呢，大地呢才能够滋润生长，对吧？生长农作物，生长水果，把我们喂饱了，是吧？那这就是自然的道。那我们是这个道法中产生的一个物种，那我们应该去模仿这样的道。我们也不要说逮着就滥杀，其实通过聊天和一起表示友好的方式哈，也不用刀枪，也不用死人，就能解决的事儿，对吧？何必非得去杀人呢？所以就有了这种叫友好往来，还有说客。你看，用和平、贸易、交流、物资交流，最后到心灵交流，大家都一样，干嘛非打仗？对不对？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德是宝贵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呢，如果没有这种叫做对于道德这个概念的这种灌输哈，就是那个杀戮就更凶残。说人类自己走不向灭亡，但是人类彼此杀的让人类半路灭亡。所以上天还是有好生之德。就那个时候派那个神灵哈，神灵不管叫附体也好，还是这种能量充斥给了一些不同的人之后，你开始就感知了有这个部分。你像他们，你比如说苏格拉底哈这位大师，他就好像天生的就来研究这件事儿，他就跟你讨论对这个事物的究竟，但最后呢，都回归到了对道德的这个认识和理解的这个上头来。所以就想提升全世界这个大众的这个道德的这个程度来让人类能够至少能正常的往后延续下去，这是我理解的。师父，那就是也想请问，就是苏格拉底这么去究竟，然后去探讨很多事情的本质嘛，这样对人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有很多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身体感官甚至思想去想了解天和宇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就算发明了望远镜，你也看不透什么是宇宙。到今天飞船都飞进宇宙这么久了哈，也看不懂宇宙是什么。也因此呢，他们又采用那种新的方法，就以小喻大。就是我研究，就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或者自然界中一个石头和一个花朵本身，就是我从这里去理解这个世界。我通过这一个点上的认识和研究，
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个茶杯，到他对他具体的认识的时候说，那在成为茶杯之前的几年中或之前它是什么，是不是引起人的思考了？对。现在我问你们俩，你们俩回答哈。这个杯子成为杯子之前是有什么样的大的元素、大块元素？泥土、泥土、水、颜料，还有颜料。嗯，好，那这个泥土在变成这个杯子的这个胚胎之前哈的泥土，在之前又是什么？之前比如说1亿年或者10亿年之前，它就可能属于气的状态。那这个颜色呢？10亿年或50亿年之前，它是这个颜色吗？那你说这个不是永恒不变吗？不是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如果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得到了？什么叫得到呢？对几乎所有的事物，对它的根本产生了根本的究竟真实的认识。由这个再把它换成说，我爸爸那个紫砂最贵的茶壶，叫我弟弟不小心给摔碎了，我爸爸要打他，弟弟不敢回家，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破解了呢？就告诉你爸爸说，嗨，10亿年之前没这个杯子，100年之前爸爸连你和弟弟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永恒的，它有了才会坏，如果没有就不会坏。一个杯子坏了，损失是一个，现在弟弟也跑了，已经变成2个了。如果你再气坏了呢？有一个杯子弄2个人没有了，你觉得值得吗？是不是你爸爸就开悟了呢？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很多事物的本相产生了认识的话，其实这就是道。所以对很多看似小的事物的这个理解，其实可以把它放大到哪怕天下最大的事物，你都理解了。在10几年前，我记得那个印度尼西亚有一次的火灾，整整烧了2、3年呢，这是个事实哈。新加坡人最有感觉，新加坡政府整天在喊你们又烧森林，人说不是烧森林的，就是那边一直那火没灭了那世界有一群专家就研究说，到底谁点的火？从警察到科学家都去研究，最后有一个小组发表了一个声明，这声明是这么写的：我们初步的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给他的判定是说，曾经有人在这儿喝了啤酒，喝了啤酒之后呢，就把这个啤酒瓶往空中一扔，掉下来的时候正好砸这个岩石上。等鼓起来这个瓶子底呢，等照射到底下森林的树叶之后，树叶又是干的，把它给点燃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拿个瓶子底儿照一张纸，一会儿就点燃，对不对？就是这个瓶子底儿把这干树叶给点燃了，就变成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印尼政府就是说了，是啊，也说是这个结果，我们连个出气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么大的森林，如果说卖木头的话，这家伙100个亿都能卖了。这个森林就算没人点火，在原始时代的时候，火的发明是天，劈个雷都可能让整个森林燃起火来，何况一个瓶子底儿。说这就是自然的道。所以你看，最终的这种大科学家认识到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的，你躲都躲不开。这是不是真理呢？我觉得天道就是真理。我们初步对苏格拉底呢做了一些这个了解初步总结的内容呢，给我有个深深的启发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首先呢，他用一生的实践天天如此的跟人进行讨论，他的目的就是去究竟研究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美德。那么他还提醒我们呢，一定要学会思考，要能够思考和反省自己所知所做或者所信所爱的一切事物不要做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就像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所说我们当一日三思
我们就算做不到一日三思，我们7、8天、1周的时间，对自己做一个思考、反省、总结，我这1个礼拜以来的所有的行为和心态是非常必要的。那他非常倡导呢，大家最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那如果有道德的话呢，我们这个社会秩序就完美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非就减少很多啊。对我个人理解就是，如果你懂得道理，那是非就少了啊，那个痛苦烦恼就少了。如果不懂道理，就处处都是是非和烦恼。那么有道德的人通常就是利他的、利于他人的，最终放大到利于整个社会。所以世界上如果多添了很多有道德的人呢，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能听我讲这么多。对苏格拉底大师呢，我就介绍这么多。我们下一期呢，会给大家介绍他的真传徒弟柏拉图大师，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健康长寿、幸福快乐，下次再见。感恩师父。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